看懂成交量抄底很简单，你是否经常抄底在半山腰，买入就被套？今天一节课，快速学会成交量识别底部买入的方法。大家好，我是阿哲，欢迎来到我们量学小课堂的第8讲，底量过顶的高量柱使用方法。如何通过高量柱把握到未来下跌的低点，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和课题。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还没有关注阿哲的，记得下方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以后我们会时常更新有关技术分析的内容。现在我们开始底量过顶的学习。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录，今天我们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底量过顶的基础模型，第二部分是底量过顶的注意事项。第二部分尤为关键，我们会讲3个注意事项，它会很大的影响到你实战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效果。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部分底量过顶的基础模型学习。大家来看到图板，何谓底量过顶？它里面有2个概念，一个叫做市场的顶量，这个叫市场的见顶量。见顶量是过往的数据，是以前遗留的数据，也就是说它是本就出现的，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高点去发现见顶的成交量。见顶成交量是一个关键的数据，而我们在其中见顶区域的成交量当中，还需要找到进一步的见顶高量。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域所形成的底位见顶峰，那么这一堆成交量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其中最高的这一根成交量，这一天是一根见顶的高量。好，走到见顶高量之后，我们怎么去用这个见顶高量识别未来下跌的低点呢？这里我们需要看到市场下跌的逻辑。一般来说，市场见顶后回落，庄家打压股价，往往会分批买入我们左侧的筹码。那么何时资金买入筹码足够多，或者说价格跌到足够满意的位置，它会发生什么行为呢？它会发生见底量的行为。一般来说，庄家在股价下跌时会收集筹码，因此呢，价格下跌，一边打压股价，一边买入股价，分批进场，所以成交量往往是缩量的，这是下跌缩量的由来。成交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放大，而只有股价下跌到相对底部区域，达到庄家主力才肯大力收集筹码的价格，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量能的放大。那么换而言之，在见顶之后的下跌何时会见底呢？一般伴随的是成交量的放大，容易形成阶段的低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关市场下跌的底部，它往往会出现见底的成交量，而这个见底成交量的特征就是它会比前期见顶成交量的量能更加的大。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波见顶量后的下跌途中，是不是本身的价格下跌，成交量一直是处于见顶量之下，而到了某一个低位，某一个相对价格的低位，你会发现的是成交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放量，而放量的特征就是它盖过了前期的见顶高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底量过顶的基础模型。那么当出现这个特征之后呢，我们就认为资金在此处有大举的异动，而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去尝试性的低位买入的，因为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一个相对底部的区域。那怎么去买入呢？正常来讲，你不能说阿哲这一天出现了见底的高量，它比前期见顶量要高，那么我们就把这一根阴线作为买点。我们不是做左侧的一个买进，这个方法让我们识别左侧的低点，但是一般来说不要去左侧的买进。这一天还在下跌，我们等到第2天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根阳线，这根阳线是一个下影线较长的 K 线，它具有止跌的效果，同时是一根阳线，那么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买点，特别是在见底高量出现之后，我们会发现从这里开始出现了一波相对的阶段低点的反弹行情，而市场这一个位置又再次的下跌，我们同样按前期见顶量的条件来发现它的见底高量，市场当中前期的这一个阴线高量是不是
在后续下跌途中再次缩量，等到再次放量时，就是这一根阳线了，下方成交量再次的放量，超过了这一根见顶高量的标杆，也就是基准线。前期的价格成交量是不是并没有出现明显放量过见顶量？而下跌途中出现的这一根低开高走阳线，它就是一根我们所说的见底高量。而这一天同时是一根阳线，同时也可以构成我们的一个买点。你会发现这就买到了一个当下下跌当中的最低点，它是不是比你随便的去买入、随便的去抄底效果要更好，并且更加的准确？这是关于底量过顶的基础模型。如果你现在还不太理解，那么可以呢再往前再多听几遍有关于底量过顶的模型。我们开始要讲一下实战当中你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先来到第一个注意事项。有时候你会发现一种情况，我们会说你要在顶量当中去找到最高顶量，但很多时候或者说偶尔你会发现某些顶部的构成它却并不是有效的高量构成，它下方的成交量你会发现这有明显的放量吗？并没有，它整体是缩量的，甚至是本次从低点后上涨到目前为止的低量。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找到有效的高量了。那么既然在见顶过程当中没有效的见顶高量，我们其实可以退一步，市场当中的上涨一般会有3个阶段，老朋友应该听阿哲讲过很多次，一个叫做上涨的形成，一个呢是上涨的延续，还有就是上涨的衰竭。我们最佳的见顶量是在上涨衰竭时形成最好，但是如果你发现上涨衰竭时并没有形成见顶高量，那么可以退而求其次，在相对的上涨的中期，也就是上涨的延续阶段去寻找有效的见顶高量也是可以的。比如这一天这一根上涨阳线，它所放出的成交量是上涨延续当中的最高量，那么它也同样可以作为见顶高量的标杆。我们以此做一个延伸，你就会发现后续有哪些 K 线有超过了这个见顶的高量吗？有3根，这是一根，好，这里包括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当第一次出现了这一个见底高量时，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按照正常来说，你可以在此处当天收盘尾盘确定下影线止跌去买入。当你是发现之后第2天是反弹了，后续又快速的跌破了我们买入 K 线的最低价格，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旦跌破立马止损。我们知道见底高量出现是有效反弹的征兆，但是技术分析我们同样也知道它不是100%的成功，因为资金是人在操作，所以有时候你会知道它会变化。那么一旦出现不合理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去出现的跌破止损的情况出现，你立马就应该止损。所以这一笔交易你应该快速的结束，而不应该拖它。那么后续又出现了更低点，并且还有更低点，又有一次又一次的见底高量。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个另外的知识点，市场在下跌时，如果它不是单纯的单底构成，而是多次的下跌探底，那么它的成交量一般会有一个特征，它的见底的高量正常来讲应该是逐步的减小，逐步的缩减。这其中呢和资金的流入关系不大，而是另外一种行为，叫市场的恐慌性抛售。一般市场下跌放量的时候，除了体现出资金有进场的痕迹之外，同时也表现有散户卖出了手中廉价的筹码，不再玩了，不再看了，对它失望了，并且也有恐慌性抛售的筹码。所以这种筹码它一旦越多，对主力对资金后续的拉抬是更加不利的。所以如果有资金一路下跌股价，但是成交量见底高量却不断的放大，说明抛售依旧远远未结束，市场往往还会再震荡，往往还会再下跌。所以见底高量如果不断下跌，不断出现更高的见底高量，这是要小心的，不好的征兆。而如果你发现市场下跌创新低，当见底高量
它是不断的缩小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一般意味着往底部到来的时间不远了。那么这一个第一次的见底高量是不是失败了？我们止损了。那看一下后续的第二次的见底高量，我们买入之后，它是不是就没有再出现明显的再次破位、再次下跌？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出现了一根低开高走反包阳线，它同时也是见底的高量。这一天你可以买到一笔最低的价格，最低的这根 K 线买入筹码。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在下跌途中如何用见顶高量买入价格、买入筹码的方法。它可以让你准确识别下跌途中的异动 K 线，也就是见底高量的 K 线。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几个注意事项，这一个注意事项里面有很多注意事项。大家如果呢一时半会儿你听不太明白，或者说你没有记清楚，那么可以呢多听几遍这个注意事项的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注意事项的第二部分。那么图中呢有 A 和 B 两个高点，这两个高点我们放到这里，先看 A 号的高点，这个高点是不是出现了明显的见顶的高量？就是这一根阳线，光头阳线、大阳线见顶，见顶高量找到之后，我们做一根横线，你会明显发现大部分时候是缩量的，只有当那2-3根 K 线，它的成交量在下跌途中放大了，超过了见顶高量，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下跌当中的关键 K 线，是不是在底部区域形成？在底部区域形成。如果见底高量出现之后，我们发现是下跌的，那你最好等待止跌阳线或者说长下影线一些止跌的明确信号出现再进场。而如果你发现出现见底高量的 K 线，它就是止跌 K 线，你可以直接在此处做买进即可。两笔交易都是在底部区域，在波段调整的低点，你会发现效果其实还可以。那么这里呢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你会发现是不是我用 A 号的高点就把握到了后续两个有效的低点？但这种操作手法正确吗？那有朋友会说，阿哲这效果都挺好的，买了都赚钱了，它肯定是正确的。大家注意了，在股市当中，你千万不能够以你的结果赚没赚钱来恒定你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讲的，当某一个见底高量你买入之后，它跌破止损了，你卖出你是亏损的，但其实这一笔交易你是正确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个意思。那么这一幅我们的图表当中有一个高点你没用到，就是 B 号的高点。B 号高点它也有见顶高量啊，为什么 B 号的高点你不去用呢？所以这里的注意事项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第一个，看到上面第一点，我们的见顶高量一般来说优先级是如何的？如果你觉得是1，它是以最高的成交量为基准啊，就不管呢是 A 和 B， 反正我看到有谁的成交量是最高的见顶高量，我就以它为基准来进行使用。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以最近的，或者说我以最高的价格，比如说 B 号的高点，它明显比 A 号的高点要更高，那我就认为 B 号的高点成交量更比 A 号有效。好，这是两个思路，大家觉得哪一个思路的优先级应该放到最前面？如果你觉得是1的，可以回复一个1；如果你觉得2的，可以回复一个2。如果不太明白、不太懂，是新朋友，对于成交量还不太理解的，你可以回复个3啊。我们这一个大家先做一个思考题，后续我们再给大家去做解答。我们看一下下一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关于底量过顶的最后一个注意事项。底量过顶是见顶之后下跌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下跌缩量的现象，是资金打压股价吸筹的过程。但有一种下跌，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去使用底量过顶，就是当市场发生基本逻辑改变导致的股价下跌，以及或者说是某一些个股出现根本上涨逻辑改变，本身价值出现问题所出现的下跌。一般这种下跌会出现的是踩踏事件，或者说恐慌抛售的事件。你会发现这一波下跌是不断的放量，这种是一开始就是不断放量下跌，大家很一致的抛售，这种情况下就很明显不能够用底量过顶的方式去寻找底部。那么这是最后一个注意事项，大家要特别注意这种股票的
下跌。好，关于呢我们本节课量学小课堂第8讲底量过顶的识别技巧就先到此结束了。我是阿哲，如果你还未点赞订阅，那么也可以呢在本视频的最后可以给阿哲一个赞，并且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有关于量学小课堂前期还有7讲内容，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未学习的，可以逐个的安排时间进行学习，未来会有更多精彩内容进行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学习。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